多人想要变强，竟疯狂到主动求死，只为利用轮回诅咒重新开启今天。再死个成千上万次，安德迟早能战胜面前强大的敌兵。万幸队员的呼唤拉回了他的理智，大家拼尽全力才走到这一步。现在是唯一能活命的机会，没人敢停下自己的脚步。天终于亮了，直到返回营地，他们几乎就要累晕过去。安德又一次翻越了今天，迎来了崭新的清晨。阿斯本军营地内的旗帜被损坏，咒术师必须得重新准备。灰狗部队中队长实在想不明白，安排在高草原上的都是灰狗部队的精兵，怎么会被区区几个杂碎坏了事？灰狗部队是阿斯本军中拥有独立作战权的独立中队，部队名源于国内有着灰毛的灰狗，他天性执拗，对于自己盯上的对象死缠不放，不管是出于爱还是为了战斗，因此被赋予灰狗之名的部队也被称为执拗的恋爱高手。中队长问小队长米奇：“和你交手的家伙强吗？”但凡不是为了救火，米奇当场就能要了那老鼠的命，他不会让老鼠有第二次这样的运气。那乌离军阵营内的安德也因没能翻越那堵墙而耿耿于怀。执拗的恋爱高手们已经锁定下一个目标，安德也相信我迟早能翻越你这家伙。一直没有分队长消息的雷姆感到很无聊，难得有个令他满意的人，要这么快就死了还怪可惜的。刚睡醒的拉格纳打着哈欠起身，抬头就发现雷姆不怀好意的眼神，感到无聊的他竖起友好手势，拉格纳果断抬脚反击，目的达成的雷姆拿起斧头就要劈了他，拉格纳毫不示弱，拔剑准备战斗。安德谎称自己偶然发现有敌人在埋伏，就潜入敌营内部，偶然放了一把火，可能是因为运气好吧。精灵中队长对运气好3个字存疑，不过还是先让安德回去休息吧。虽然精灵中队长之前就想到他可能会做些什么，但没想到是这种意料之外的成果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安德也不知道精灵中队长在想什么呢。德鲁卫刚开始对安德的无礼道歉，多亏您，我们才能捡回一条命。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吗？安德淡然回答，如果奔赴同一片战场的话，可能会吧。望着他始终波澜不惊的背影，德鲁握住剑柄，躬身行了一礼。侦察队成员皆是如此。安德确实救了那4个人的命，但他在想，这真的是最好的结果吗？最终还是在战场上失去了2名队员。如果我再强大一点，应该可以救下他们吧。由于不断重复的今天，我已经可以眺望到极限之外的风景，那就不该只在原地挣扎，而是要去追寻心目中的骑士模样。我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营地士兵惊恐大后，那2个疯子又打起来了。雷姆和拉格纳又开始了战斗。安德之前和队员们对练过无数次，可队员从未在跟他交手时露出这种表情。其他士兵难以置信，这2家伙是怪物吧？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没必要跟安德认真，那么安德就一点点设立目标好了。首先是让队员在自己眼前也露出那种表情。战斗中的拉格纳偶然回头，看到了人群中的分队长雷姆，奇怪回来怎么不说一声，像只野猫一样躲在那偷看算什么？安德想知道你刚才挡住拉格纳攻击用的是哪招？雷姆无奈，分队长又开始了，赶紧洗洗脚去休息吧。安德转头又问拉格纳刚才的攻击是什么？拉格纳看着他缠满绷带的身体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沉默着离去。安德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。得知敌军埋伏之事的大队长将步兵队转移到了高草草原附近。转移期间，安德的伤势恢复了不少，并且总是一有时间就进行复盘和训练。克拉伊斯疑惑，分队长又要去训练吗？明天还要赶路，您就休息一下吧。雷姆看那家伙伤势还没恢复，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。第2天的清晨，拉格纳刚睁开眼睛，就发现分队长早已不见踪影。拉格纳曾经在剑术方面很有天分，变强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，所以很早就展现出了有望成为骑士的资质。可就算成为骑士，他也没有想做的事情，所以不想每天重复无聊的训练，努力当上骑士。失去目标的拉格纳就这样停在了原地。没有天分的安德却始终在努力，腹部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总是会带来撕裂般的痛感。拉格纳明白分队长一开始就学错方向了，首先练剑的时候应该先熟悉基本功的，因为安德小时候就在废柴师傅身上养成了坏习惯，无论再怎么努力训练也很难变强。不过拉格纳不理解的是，他为什么还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努力训练呢？眼看安德又要再次挥剑，拉格纳忍不住问，您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呢？安德理所当然道，因为我想变强。那您变强之后想做什么呢？安德要成为骑士，可在拉格纳眼中，骑士只是更擅长战斗的人，那又有什么意义？安德坚定回答，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，为贫困患病之人着想，追求荣誉，为自己所爱之人挥剑的骑士，就是我梦想中的骑士。拉格纳对这个说法存疑，武力只是一种手段，骑士和剑究竟是什么呢？而我又在期盼什么呢？看来除非亲自走上这条路，不然我根本无从得知啊。拉格纳突然问分队长，你想学习剑术吗？那是安德求之不得的东西。提完这件事的拉格纳突然有些后悔，对他这懒汉来说真是麻烦了。不过看分队长的眼神，也许会很有趣吧。拉格纳突然说，除了跟野蛮人学的禽兽的内脏，还有那个剑刺，其他泥秽的东西都要抛到脑后。尤其是那个看似好用的巴伦式佣兵剑，那是只适合普通佣兵用的简单剑术。如果不舍弃，即使遇到需使用新剑术的时候，你也会习以为常的去使用最简单的方法。选择权在您，是要舍弃自己从小练习的东西，从头再来，还是满足于现状？不等拉格纳说完，安德果断回答，我要从头再来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做。
拉格纳看这人还真是疯了，安德力气大，不必非得用轻剑。拉格纳换出了自己的长剑，反正他的剑都是在战场捡来的。持长剑时需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。拉格纳奇怪，您为什么要那么用力？安德认为用力些才能抓紧，得知是雷姆那只没用的臭猴子教的。拉格纳让安德摆好姿势，手举一剑猛劈在剑身上，安德的手臂瞬间传出一阵刺痛。拉格纳直言：“您傻傻的站在那里，只知道一味用蛮力的话，小心手臂断掉。您难道是木头桩子吗？”这垃圾比喻令安德怀疑队里没一个口才好的。不过他大概猜到拉格纳是说把劲都用在手上，导致身体僵在了那里。过刚则易断，他要更柔软灵活点才是。战斗时要注意身体的重心，脚尖的方向不能错。是用力是不想要手臂了吗？您刚才是在跳舞吗？经过一场对练，拉格纳没想到分队长这么没有天赋，甚至连剑术的基本都还没有掌握，这好像不是能教会的家伙。安德深吸两口气，重新拿起剑站起身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来吧。首先从步伐开始。这时雷姆找了过来，看样子是拉格纳这废物在欺负分队长。雷姆问分队长用不用报仇。安德有些奇怪，你怎么穿得这么正经？雷姆说明上头喊所有人集合，敌军正从远处向这里靠近，新一轮的战争即将打响。拉格纳怀疑自己不该教分队长剑术的，不熟悉长剑，估计很难跟敌人对峙，今天说不定会命丧沙场。拉格纳打算今天守在分队长身边。这次阿斯本军的队形很奇怪，随着咒术师大手一挥，浓雾迅速席卷全场，安德就连眼前的人都看不清了。那乌离军没想到会突然起雾，无数箭矢穿过迷雾射了过来，一时间那乌离军死伤惨重。天灵中队长意识到这是咒术，他们中计了，现在全体俯下身举起盾牌。为了完成这个咒术，咒术师可吃了不少苦头，不仅到处筹措各类动物的血以及最干净的湖泊水，还定期用了降雨咒，只要在作为咒术媒介的旗帜下，就不会受到干扰，可以单方面攻击敌人，所以它也被称作负面之物。如果不是因为那只该死的老鼠，事情也不会如此复杂。米奇很期待能再见到那家伙。杰森烧的剑生术使安德能躲开迷雾中射来的箭矢。拉格纳在一旁提醒分队长不要抬头。同在旁边的雷姆怒骂着用咒术的家伙，明明离得很近，但安德无法用肉眼看清他们，这样下去根本没法好好战斗。安德现在无法调节呼吸，还会过分使用力量，脚也僵住了，跟拉格纳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出来。虽然安德也没期待过一次就能融会贯通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多学几次。拉格纳让森队长退后，然而安德却埋头往前冲，迷雾中探出一根长矛，准确刺穿了安德的脖子，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去跟拉格纳学习了。拉格纳实在算不上是个好老师，在天才眼中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也导致他的说明少之又少，无法理解分队长为什么在挥剑中不能控制好身体，这不是挖苦。拉格纳真的很好奇，安德只能问他重心要往哪移，然而拉格纳从来没想过这种东西，天才的世界都是随身而动。万幸安德擅长提问和倾听，安德的身体在做动作时还是很僵硬，不过没关系，语料之后重新学就好。第30个今天，安德终于可以灵活地移动自己的身体，刚刚的步伐很不错。拉格纳问分队长是从哪里学到的，看来可以直接学习基本剑法了。剑术里的基本攻击招数有斩、刺和劈，防御则用剑锋，连接对方和自己最短的距离叫做攻击线。所谓剑术，就是在阻挡对方攻击线的同时，延长自己的攻击线。要先判断对方攻击的落点，然后再挥剑攻击。安德逐渐轻盈的脚步已经能躲开迷雾中刺出的长矛，不过还不够。今天的变化开始缓慢显现，安德看到并击开了拉格纳的剑，这令拉格纳震惊不已。虽然变化很微弱，安德的斜劈也十分标准，拉格纳看能直接进行下一招了。微弱的变化逐步聚集，推动了安德的前进。第100个今天，被击开剑的拉格纳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，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分队长，拉格纳沉声质问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拉格纳的眼神终于变了。安德本以为自己没什么天赋，也不会再有什么进步，但如今却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安德想要到达的那个地方，名为骑士之路，他就在这痛苦的另一边。多快乐啊！快乐到我简直要疯掉了。同样到场景，拉格纳再次询问分队长：“你想学习剑术吗？”那是当然，只要能变得更强，再死个千次万次，安德都甘之若饴。他优秀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意料。拉格纳怀疑分队长之前那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不会都是装出来的吧？既然基础差不多都打好了，现在您最需要的就是实战。安德重复今天已经超过了200天，是时候来确认一下，至今为止学习并熟悉的力量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了。安德清楚地记得敌人是何时何地冲破迷雾跑出来的，即便看不到他们，安德也可以杀掉几个人。旗帜之外的阿兹本军也没有视野，这对安德来说是一种优势。一时间阿兹本军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后方的弩弓手急忙瞄准。拉格纳说过，眼睛与手脚间一定要配合好，要先用眼睛进行预测，再移动脚步，最后用手终结敌人。安德忍不住狂笑起来，和练好基础前不一样了，安德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，那就再来更多敌人试试吧。弩弓手没想到有人能冲到这里来，但他们这么多人可不会让敌人活着回去。安德还想多试验一下，像个男人一样用剑决斗吧。弩弓手看这家伙真是疯子。
公眼沉声道：“你这个愚蠢的家伙，主动选择死亡后，你就彻底疯了吗？”安德没想到那家伙时隔这么久出来，居然就只是臭骂了自己一顿吗？雷姆疑惑分队长傻坐着干嘛？安德突然想到，每次迷雾弥漫时，他都骂那是咒术。敌军的队形也没有一点战术价值，仿佛只是在守护中心的旗帜。安德问雷姆是知道些什么与咒术相关的东西吗？雷姆表示魔法和咒术不同，魔法更常见一些，因为咒术是需要媒介的，若是没有媒介，咒术也就不成立。闻言，安德意识到迷雾是敌军用咒术制造出来的，媒介就是那旗帜。咒术起源于西部，而雷姆刚好出身西部拓荒地带，他见识过一番咒术师的厉害，如今世上没几个真的咒术师。了解完情况后，安德得继续训练了。拉格纳感到幸运，因为森队长的剑法与他同源，那么应该也知道正中换快柔。500年前出身小村庄的旷世天才，幼年时便仅用一根烧火棍干掉袭击村户的12盗贼。后来有位贵族把他收为义子，从此天才有了利昂这个名字。可就像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一般，厄运也早早降临在命运之中。没过几年，利昂就患上全身麻痹的不治之症。但20岁那年，全身麻痹的他为大陆的剑术画下了划时代一笔，将大陆过往所有剑术集于大成，分成了5类：正直而精妙之剑，沉重而猛烈之剑，诱惑而摇摆之剑，迅速而敏捷之剑，柔软而灵活之剑。这些剑术流派代代相传，如今成了正统。为了使用北方式重剑，拉格纳自创了一套技术，会比野蛮人禽兽的良心有用得多。这技术名为急于一点，忘却周遭一切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和自己的剑上。现在拉格纳就来说明要领。这比雷姆的斧头快得多，安德刚刚差点就死掉了。拉格纳问他有感觉到什么吗？这时雷姆准时出现，并质问拉格纳这废柴是打算杀死分队长吗？实际上人在将死之时最为集中，拉格纳是在帮分队长训练。听着吵起来的二人，安德心想，你俩的教学都半斤8两，现在该去集合了。拉格纳请分队长在濒死之时感受神经紧绷的状态，急于一点，一旦成功，您就能忘却周遭的一切，随意志挥动手中的剑。这跟学习野兽的心脏时很相似，但又完全不同。野兽的心脏是学会在死亡面前变得大胆，急于一点则是在死亡面前保持紧张。看来安德又要反复通过实战找到感觉，首先必须将迷雾的媒介毁掉。虽然带上雷姆或拉格纳可以轻松到达旗帜处，但安德还是想要竭尽全力，靠自己一试。